Hello，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亲爱的随便们以及小可爱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由新西兰的高端天然健康营养补充品品牌纽乐所赞助的今天这么一个清新自然、充满活力的直播现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海毅。今天啊，首先终于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跟我一样等到了这么一天。今天终于可以跟我们所有的随便们以及小可爱们说一句：你们好呀，又见面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心系啊，大龙我们郑姓艺人郑云龙先生他之前的伤势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龙哥在前几天的话剧演出中呢是受伤的事情。当然了，相比龙哥所坚持带伤演出的勇敢和敬业，我知道大家肯定是跟我一样更心系的是龙哥的伤势究竟如何，龙哥他的伤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了，以及龙哥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会有所影响？那所以呢，海毅我一到现场，我就赶在了开场之前啊，向我们的这个熟知龙哥伤病情况的某位知情爆料人去了解了一些情况，而且第一时间他就给予我了反馈。所以说呢，今天我还特地邀请他也来到了现场，就让他一同来告诉大家龙哥的伤势究竟如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熟悉龙哥的知情爆料人，有请。大家好，我是知情爆料人、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很巧，您也是音乐剧演员。你好，好久不见。对，您也姓郑名云龙。对，很巧。哦，很巧。那在您爆料之前啊，我想替所有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对您这个爆料者的身份做一个鉴定。请问您是如何啊？对于龙哥的这个料，你是怎么得到的呢？就是根据身体的反应。哦，身体的反应。对对。就是如果他疼的话，我肯定也会疼的。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跟他这个感同身受，对不对？对，反应是非常同步的哦。对。那我是不是得说感谢你一直以来一直照顾我们龙哥，辛苦了。他也照顾我。他也照顾你对是吗？不演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啊！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龙哥现在已经是放心非常多了，是不是？那我们再一次欢迎音乐剧演员郑云龙，欢迎大龙啊！那么龙哥啊，这个觉得我们一开始这小剧场孩子们还挺好玩的啊，是吧？我们都知道您在受伤之后呢，万千的粉丝都是非常心系你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大家都是越发担忧。为什么担忧呢？当你伤了之后，你还表现出的是你非常的因为热爱舞台，所以你会继续去努力，而继续去不断的排练啊，加上接下来的演出。其实大家会担心你的伤会雪上加霜，所以说你相比你说放心没事 OK 的，其实大家更希望你说的是哎呦不行了，演不了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不行，这个大家其实是比较希望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演员是不可以这样的，这是前提。然后就是如果舞台事故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然后演员受伤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第一件事情，如果发生第一件事情要想的不是休息，而是怎么能把演出完成。那就临时我也跟导演商量，跟演员商量，其实就做出了调整。还是在就是能坚持的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好吧。非常真的相信大家肯定此刻悬着的心肯定也放下来一点的同时，大家也还是非常担心大龙。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龙哥如此的敬业。相信有一条视频大家都看过，就是龙哥应该是在化妆间还是休息室，一个腿已经放在上面，还在跟自己的同伴们在那儿对词儿，对吧？而且那一段对的词儿非常的多，还很脆，对吧？那段拿着剑踏。主要是腿伤了以后，那段戏就没办法像原来那么去玩，因为调度太多了，然后还有武打的戏，所以就想办法，在能完成的情况下，尽量去还原了。还是尽自己所能去尽善尽美，对不对？对，因为这舞台就是这样，它是一次性的，对，没有人可以等你，一个月以后好了以后我再演一遍，没有人可以等。是的，所以说相信啊，大家肯定这个时候都非常的感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也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由于大家都不在现场，可能只有部分的随便们在现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怎么样一个情况。能不能正好请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究竟前因后果以及发生的一些状况，包括你现在伤势恢复的如何？
其实就是舞台事故嘛，然后景出现了问题，然后因为由于那个时候舞台上特别黑，然后我正好在那个要准备谢幕在楼梯的最高层，我要往下跑啊，跑到安全的地方侧台，然后因为太黑了，然后很慌乱啊，跑的过程中就下楼的时候就崴伤了脚，然后还是要去安全的地方嘛，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那个景会不会再发生问题，然后就在很狼狈的，然后也看不到东西就往侧台爬，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脚的损伤就很大啊，所以就这样就崴到了，就这样没什么。天哪，你千万别说没事儿，我前面听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相信所有的随便们跟我听的一样，心都是紧绷着的。但是可能老天真的会眷顾我们的龙哥，真的，我相信啊，我也希望大龙可以快快好起来，好，对不对？很快就好了。好，所以说呢，这个说到不放心您的人里面，我们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金主爸爸纽乐。因为其实各位在看直播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啊，原本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流程，包括我们的场景，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仅仅是这样，其实在现场的随便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景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原本会有设计非常多的互动的游戏环节，包括我们的一系列的设计，不同的场景切换呀，还有我们的摇臂准备等等各种器材，但是因为得知龙哥受伤之后，即便龙哥表示恢复的已经差不多 OK， 但是纽乐也是在最后的几天时间里面，立马做出了一个流程上的一个改动，抛弃了原有的流程和设置，一切从简。所以大家可能看到我们有一点点的简单，化繁为简嘛，但是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程让龙哥可以坐着。谢谢。对，这也是理解。谢谢，这我觉得品牌方爸爸真的很贴心，对的，而且这也是大家都在微博上跟我说，海一小哥哥你一定好不好？我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他说只有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让我全程让您坐着，所以您今天全程都不能动了，你一定要坐在这儿，你要是起来我一定会把你摁下去的，好不好？对，其实一开始纽乐来找我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跟我说，他们觉得因为我前不久刚做完您赞助的这赞助方的另一场的活动嘛，对吧？然后他们虽然觉得效果很好，但是在想会找我会不会不太合适？我觉得不会不合适啊，我觉得非常好啊。他们是说觉得我们配合的比较默契，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在此啊，海毅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心愿，就是希望接下来可以龙哥月见。哎。这个想法还可以啊，小梦想，希望有机会可以实现。那这样无论是为了照顾龙哥的伤势，还是精心设计的内容，今天可能大家有一点点的简单，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海涵一下。我们也可能就像龙哥说的，虽然受伤了，虽然说我们今天是变得简单了，但我们也会尽可能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次今天的直播会好玩，会有趣啊，会不枉此行。那么今天了，同样因为龙哥大家都是龙哥的粉丝，那么我们今天纽乐有一个习惯啊，纽乐的习惯呢是对待消费者一贯的服务的意识，因为可能有的萌新大家没有接触过纽乐，对，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金主爸爸其实还是非常走心的，因为不要看纽乐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没有几年。其实，在新西兰啊，纽乐它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它是知名的 Vedico 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它和贺寿利他们是兄弟品牌的一个关系，而且历史是非常悠久，至今已经超过50年了。随后呢，产品全系列覆盖了19种的健康领域。那么，在像澳新的机场啊、药店啊，几乎都是随处可见的。而且在这50年来呢，一直是致力于消费者的健康生活以及产品品质始终是如一的，精益求精。那就像龙哥代言的是我们纽乐的葡萄籽，对不对啊？就像这一样啊，选用的是新西兰新鲜的长相思葡萄，并且在精华提取的全过程当中，全程是使用冷干燥技术，它可以大幅的减少营养的损失，而且葡萄籽以及低聚花青素的成分含量是一般产品的3倍啊！而且品牌之前有跟我透露过，这次请到大龙不仅仅是因为您是代言人的原因，更多的他们是觉得龙哥的坚持梦想始终如一的精神和他们的品牌的理念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所以呢，他们自己也是说要把龙哥当做榜样，而且时时会提醒自己一定要不忘初心，而且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品牌方到底应该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非常非常好，谢谢。就真的还是非常感谢金主爸爸。感谢。对，当然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目的首先不是说随便们今天可以需要怎么样啊。首先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福利是哪些，因为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购买我们纽乐店铺的任意产品，前5000名付款的用户就可以获得龙哥的飞吻以及魅影的主题周边闪卡一套而且呢搭配任意产品，这个优惠多多，2件8折，3件75折，在直播间下方大家都已经熟门熟路了，都知道直播间下方有个爱心可以点赞，对不对？大家都会丢，赶紧点啊！这次呢点满27下还可以获得20元的无门槛的一个抵用券，所以说也是福利非常多的。闲暇之余，在这个打弹幕的同时，可以多多点赞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福利一定要先告诉你们。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前面，这个现场的随便们嘲笑了我一下，说我前面做的动作的问题。2张闪卡前面有说过，对吧？一个是龙哥飞吻的，一个是魅影的。我们今天也在现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龙哥喜欢哪张？我看看这是飞吻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看这个喜欢哪张？都还可以，都这个吧，魅影这个。好，魅影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给一个特写好不好？这个就是这样可以对，会动，镜头可以看到，能看见，镜头能看见吗？看到了吗？对，能看见哈。对，这是我们的这一次龙哥的周边，我们的闪卡，而且龙哥手上拿的这一张就是魅影的，对，制作非常精良。那我手上这一张就是飞吻的看到这张飞吻，仿佛有感觉龙哥在对你们说嫁给我，有没有？所以大家赶紧记得把这张卡给没有，这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不能代表龙哥这是我说的那么除了这2张闪卡之外呢，我们本次直播还会送出其他的纽乐和龙哥的限量的周边，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对不对？那这2张咱们先放这儿。好，好的，那么大家最近关注的非常多的问题，一方面是在您身体的一个恢复情况上，另一个方面的大部分的问题我收集了一下，主要是关于您之前去演话剧的一些心得和感悟，因为可以说作为话剧初体验可以算吧，实习生话剧实习生，那一些心得感悟，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龙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其实演话剧是第一次尝试嘛，然后这个戏也是去年10月份，于老师跟徐俊老师找的我，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很快答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是演不了话剧的，因为这个跟音乐剧是完全两种表演方式。是，因为音乐剧它有唱段可以帮助有很好的这个舞台可以帮助你，那话剧呢完全靠演员的台词的功底和台词的魅力，对，包括表演的节奏，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一开始，然后这也是因为第一次有人找我演话剧，然后对我也想自己挑战一下，是的然后后来又知道了是大鼻子情圣这个故事，本身我对这个故事也很有兴趣的，然后很喜欢，然后就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所以就答应要来，对。OK， 而且没想到这个作为话剧实习生，居然是我觉得现场大家去看了的，肯定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完美，粉丝评价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您前面有说到过，因为话剧跟音乐剧它是完全不同的嘛，对不对？完全不同，对，完全不同。那除了您前面说到的台词功底然后语言的魅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之处呢？就是因为有音乐跟没有音乐的区别，这个对于音乐剧演员来说是差别很大的。对，他全靠这个。特别是大段台词的时候，你需要用一段台词去交代剧情、交代人物的时候，在音乐剧绝对会是变成一首很大的音乐作品。对，就比如说像《就在这瞬间》这样，那比如说把就在这瞬间的伴奏跟旋律去掉，变成一段台词，其实就是话剧。对，其实如果我是很习惯用音乐的本身的节奏。作曲家给我的一些心理活动，包括他的编曲的这种变化，去给我一个表演的节奏。那没有这个帮助，我只能靠自己去研究台词，每一句话，哪怕每一个词，你的所谓的逻辑重音，你想表达的东西，这个其实要研究很长时间的。对，无论是逻辑重音还是这个停连等等，对，怎么能把这个节奏码的。在大段台词不会特别无聊，然后又把该交代的东西交代清楚了，把承上启下的东西给凸显出来，这个其实是要
后天不是后天，就是在排练过程中要好好花心思去学习、去研究的。对，就像您刚刚说的，大段的海量的台词啊，大家都看见，不仅仅有海量的台词，您还有像击剑的这样的剧情。对啊，那人家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虽然说您是10月份的时候他们找到你，对吧？那么做了哪些准备呢？为了这一个剧，肯定我们知道肯定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因为整个的剧本一直在改，然后给到我的时候大概也就是3月多吧，差不多然后一进组的时候就先去练击剑了因为这段台词有一段大戏的台词，对，如果没有把击剑练明白你去直接就进入戏剧的排练的话，太容易受伤了那个地方，因为击剑的剑非常的细，对，是，而且又是银色的，对的。我们所有的侧流光是往脸上打的，那侧流打到你眼上，你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如果剑这个没有练特别熟练的话，非常容易受伤，你自己也容易受伤，你也容易打伤到别人。然后，而且我是有看到说是这个剑是真剑，对不对？真的击剑的，真的击剑用的击剑。对，所以这个前期要做很多准备，包括去体院去学，包括每天跟那个演员去配合去练然后再加上台词，对，而且这个之间完全靠演员之间的相互的一个信任，对吧？击剑的主要是还是要熟练，对，肯定是要熟练，一定要大家看到台上可能成功非常的简单，但其实一定是台下付出了不知道你们能否理解的辛苦跟汗水，才能够达到台上大家觉得完美的一个表现。但是其实我相信，这是我自己想问的啊，就是说龙哥，可能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的完美，但是可能你演完之后，自己心中会觉得，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哪些地方还可以更好。我对我演过所有的戏，所有的角色，没有一个是满意的，对吧？我说，我也是真的没有一次，就包括我们上一次做完，大家都哇太棒了，但是我心中我会觉得，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如果说还能怎么样，还能改进，那会更好。昨天因为这2天戏演完嘛，然后我又受伤了，就晚上没有特别多行程，就会在家待着，然后就是你的脑子和你身体一闲下来，我就会想前几天的戏有哪些地方，如果再这样一点，如果再那样一点，是会更好一点，对，可能会更完美一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啊，龙哥能够咱们能想的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尽善尽美，真的。对，那大家肯定都知道啊。那光听龙哥前面说的这么多，肯定就觉得很辛苦，对不对？所以希望龙哥在努力的同时，一定要千万记得要注意保护身体是吧？所以要多吃纽乐。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对，因为这个保健品非常重要。对，特别是像我已经不年轻了。没有，您是正当时。是吗？正当时需要一些保健品来帮助我一下。天哪，龙哥居然知道我要说这个。其实我对一般的广告不是广告行，没你说你。没有，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憋了挺久了，大家肯定会发现我们今天从头至尾就没有跟大家说过，一直到现在没有说过这产品怎么好啊，你们要买啊之类的啊。这个龙哥帮我们说出来了，反正就是非常好，买它就是了，对吧？那听了龙哥的故事，肯定都大家已经。今天其实是个很走心，我觉得很像家人一样的一种感觉啊！我觉得带给大家的是，那么这一次龙哥的话剧这么成功，以后有没有想过，再去试一试？肯定会的，因为这次真的只能算是实习中的实习，然后但是应该还是很享受的。对，享受就肯定享受，然后争取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对，就再去多演一些。更难的角色，更好的作品。对，是的。但是我就担心一点，就担心龙哥因为时间档期的问题，因为毕竟是音乐剧演员，对不对？有非常多的，你看这个演出啊，对吧？各方面的作品呐，对吧？所以我相信龙哥肯定是在维持这个音乐剧演员为主干道的同时，对吧？然后如果有闲暇时间，有好的机会，肯定会多愿意尝试。更好的话剧作品。其实演话剧不是因为闲暇时间，是因为真的，这个是很锻炼演员的表演和台词的。是的。其实对音乐剧
表演来说帮助也非常大的。是的，对对对，我们也知道非常多优秀的演员，他们最后都是会回到希望自己可以去演话剧，对，给大家呈现更棒的。对，那么龙哥也是始终如一啊，怎么都不会改变初心，永远不忘初心。那么我们聊到现在，大家肯定在想，哎呀，听故事都听得入迷了，福利在哪儿呢？说好的好多福利呢，到现在都没有看见呢。那么 OK，第一波福利我们就来了，我们的第一波福利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开始准备了，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老司机们肯定已经知道了，对吧？对，我都知道了，你也知道了，不用老司机。那么就截屏嘛，啊，对不对？对嘛，打弹幕嘛，对吧？哎，对，随便们都知道了。这个时候赶紧打，我们的弹幕是这样的，叫做始终如一，一共只有4个字啊，始终如一。随后呢，我手中呢有一个 pad， 我这边会来给大家现场进行一个截屏。那在大家打弹幕的时间呢，我们先稍稍的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肌肤脆弱、暗淡无光、视力疲劳，生活在电脑屏幕辐射、雾霾污染中的小仙女们，如何抵挡得住这些无处不在的自由基侵害？还得担心各种化妆品和护理品慢慢的掩盖不住日渐憔悴的容颜。别急，其实你离青春的肌肤只差一瓶葡萄籽的距离。纽乐推出被誉为口服的化妆品的葡萄籽5万毫克，帮助小仙女们由内而外的美起来。每瓶由高强效4万毫克干葡萄籽和1万毫克新鲜新西兰葡萄籽组成，含量高且水溶性好，更易吸收。每颗胶囊含有320毫克的低聚原花青素 OPCS， 能有效帮助人体抗氧化，抵御自由基的侵害。在丰盈肌肤胶原蛋白，保持弹润肌肤的同时，还能支持血液循环和眼睛健康。每日1粒，随餐服用，轻松吃出润泽少女肌。随便们以及小可爱们回到我们的纽乐这一次跟龙哥的直播的活动现场。哎，那么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第一波弹幕福利就在广告之后会送到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已经说了，始终如一啊，由我们的龙哥来喊停。但是这跟之前又有那么一丢丢不一样，那就是我们之前都是只有楼层第1楼。啊，对吧？才能拿到前3名啊，或者前3名。对。但是我们这一次，哎，纽乐爸爸就厉害了，为什么呢？这一次会给到大家是，只要我截出来的里面，在里面的全都有。大概能截多少个？大概我目测一下啊，大概能截个5个。啊，那也没多少。那但我们截的次数也还是比较多的，关键也比之前多嘛，对不对？始终如一啊。好了，那么准备好了吗？您来喊停好不好？啊，来3、2、1，开始。停。哎。OK， 好了，我手速还是不错的吧？哈，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哎呀，好，看一下。又是我来读是吧？这个也可以，您来读一下它。本来是不用我的，那你对，好，不是读，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截完了啊，我们到时候会凭借我们这张截图，到时候会进行公布的。看一下啊。1位、2位、3位、4位、5位，正正好好，不多不少，5位我们的随便粉丝。好的，那这一张让我把它给储存到我们的照片。OK， 好的，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晚上8点起呢，购买我们的天猫纽乐海外旗舰店店铺的任意产品，前5000名就可以获得前面龙哥跟我所展示的飞吻以及魅影的主题的周边闪卡一套。而且呢，购买了我们的周边外，还有第2件8折，第3件75折的优惠。在直播间下方有我们的小爱心，记得丢丢丢给我们点赞，点满27个就可以领取20元的无门槛的一个抵用券，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我们刚刚已经给过大家第1波的我们的弹幕福利了，那么没有中的呢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呢还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在等待着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的主题环节了，主题啊，在此期间呢，我要先拿出一套卡，这套卡呢。已经购买了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有的啊，可能都已经拿到了。其实我也有啊，但是我要先给龙哥看一下。哎，讲4张，你有没有见过？是这个卡片吗？没见过，没有见过吧？照片我记得。这图有没有点熟悉？对吧？你拍的啊？对，我拍的。是本人拍的，对不对？应该是吧。对，这是你给纽乐拍过的照片，对吧？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呢？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不太敢给您，你知道吗？而且粉丝也不希望您有。哦，为什么？因为怕您嘚瑟啊。
那发微博啊，到时候，对吧？对对对我们回来继续啊而且我们的随便们都知道，这就是纽乐预售的时候刚才所说到的龙哥的追梦历程的主题周边，而且其中有记录了龙哥萌发冲动、随心如愿、无怨无悔以及绽放光彩整个的追梦历程，一共有4张卡对应了4张图，而且我觉得纽乐在制作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卡上面龙哥可以看见有数字，对不对？非常多数字，你知道什么含义吗？考他一下，就是转发量这个是吧？对，在转评赞里面，对，转评赞，是什么意思？找到了，这个上面的时间是我的生日，对吧？627，然后这个点就时间点也是我的生日，对，转发量也是我的生日，对。评论的呢？评论是527，527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生日的前1个月。回答正确，对，当然对，我不能说不对，是的，但还有另一重含义另一重含义呢，就是您第一次演音乐剧《阿凡提》的日子是5月27号。是吗？自己都快不记得了，对不对？没仔细看一下，是吗？这个我真的，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自己成长的，包括一路走来，自己肯定会记不得这些东西。对。然后是个难忘的日子，真的很难忘。后面2013年，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1.4万，1.4万，1.4又是什么呢？1.4。想想1.4，那肯定按照之前，那是1月4号嘛，对吧？对，1月4号。某年的1月4号发生了件什么事情？我真不知道。不知道，我提醒你一下好不好？在1月4号有郑姓艺人发了一条微博，这1分钟我等了10年。也是今年的1月4号，今年的一句词儿，对吧？对，后面还有像913呢是您第一次演《堂吉诃德》的日子。堂吉诃德对不起，对。然后117是什么？知道吗？117吗？117不记得。117也是您在微博当中说了一句大家最喜欢的“不忘初心，不受支配”的话。不被支配，我写的。不被不被支配吗？对，不忘初心，不被支配。不被支配。没记好，对不起，主要是这样，昨天晚上呢，在睡觉的时候呢，脑子一直在过我们今天的台本，然后呢没睡好，为什么会睡到一半醒过来呢？在梦里面忘词儿了，那醒过来想想台词是什么啊？那其实觉得这4张卡片还是怎么样？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我可以留下吗？对，可以送给你了，没有问题。反正我也有一套了，很开心。谢谢。好，我知道也蛮惊讶的，是这样今天这4张卡片呢，我们已经前面跟大家说了，这既然是叫做我们的龙哥的追梦历程主题，那么我们肯定是4张卡，那么所以聪明的随便们已经知道，我们接下来是由4个环节来进行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1个环节，萌发冲动。说到萌发冲动我们都知道，虽然咱们之前聊过龙哥，就是说，龙哥会成为今天的音乐剧演员，是因为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音乐剧猫，对吧？那么然后就萌发了想和他们一样成为优秀的音乐剧演员的这么一个念头。没错。对。那么能不能在这里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当初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当初是我记得03年，要不然就04年，就我是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是国庆还是劳动节，我具体记不住了。然后去北京，然后正好赶上那个原版的猫，百老汇版的猫，对，百老汇的，来人民大会堂演出。然后正好就是妈妈带着我，那个时候我们本来是去北京玩，好像是，然后正好去观看了一场，很机缘巧合的一场，然后那个时候就对这个音乐剧这种表演形式完全没见过人了在舞台上可以这样的又唱又跳又演，然后给观众那种视觉冲击力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所以从那以后就知道了什么是音乐剧，有个概念，然后在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专业其实能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所以毅然决然就选择了这个专业。是 OK。那您前面有说到是母亲带您去，其实是去玩的，对吧？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您母亲是一位京剧演员，那她有没有在你想要去学习音乐剧从业音乐剧的时候，有没有过反对？有没有让你想过继承传统的京剧文化呢？
继承传统京剧文化，这个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放弃这个念头。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戏曲的啊。然后以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要唱。要练嗓子，肯定对，我会特别反感啊。对，但是所以妈妈在您小时候是努力过的，也没有说要暗示你或明示你。我妈妈一开始不是很想让我做这个演员这个职业的，不管是京剧也好，音乐剧也好，影视也好，不想让你，因为她知道这个职业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是包括会吃很多的苦，对，然后。没有安稳这么一说，在你前期准备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所以我妈妈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她知道做演员这行有多么的艰辛，对，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经历这些，所以她一开始是反对的，对，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长一辈如果从事演艺方面的，往往大部分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而且从小我又什么都没有学过，然后就艺术门类的专业，我学过几年黑管，单簧管。然后基本上剩下所有跟艺术沾边的都没有学过。那是天赋型选手呀？也不是吧，反正对我们就是我妈对我妈遗传的好，肯定那肯定是肯定有遗传基因的嘛，而且都说男孩子遗传妈妈比较多，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对不对？应该是下周，对吧？我想想，今天是9号是吗？对，10、11、12好像正好是这周的周日，对吧？正好是母亲节，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因为大家都长大了嘛，慢慢的，如果说像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能够对妈妈好，肯定是尽可能的，对不对？到了我们可以回报妈妈的时候，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能力啊，可以给母亲节送礼物的话，送纽乐。对，送纽乐，对，因为它确实是有这个。因为据我了解，纽乐有几款产品是降三高的，然后有那个别笑，真的有，真的有，对，还有那个葡萄籽，对，抗衰老，对，是的，很适合父母这个年纪，是的，对的，补钙的，包括对的，各方面其实都做得非常好的，对，我们也要感谢妈妈的这么久的养育之恩，培养我们长大成人，对，那么我们有前面，既然我们这环节叫做萌发冲动，对不对？那说到冲动，肯定会想到一句话叫做冲动是魔鬼，对吧？那龙哥是如何看待这句话？冲动是魔鬼。其实冲动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就是有些人会抑制冲动，对，有些人不会，但是这个要分事情，是不可以做什么都冲动的。其实就说起，就很多人说，去梦想之类的，说我是很有梦想，并且去实现它的。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是一味的去冒险，是，只不过就是你一直有一颗去追求梦想的心，对，你心里一定要有的，对，所以实不实现这些有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很多人说我现在是，比如说演音乐剧或者怎么样，去真的是实现梦想了，是不因为自己的努力，每一个演员都很努力的，是，那肯定，或者说每一个做任何职业的人他都在努力的，对的，对，只不过就是有些时候。老天眷顾你也好，机会给你，你抓住了。对，有些时候，别人可能没有抓住，或者没有那么多机会，所以我很感谢，有很多机会愿意给我，所以冲动呢，是要有的，但是要理智。对，是的，而且特别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面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好像说的这话说的，咱们不是年轻人一样。我觉得大家一开始追逐梦想一定是要有的，肯定是要有这个冲劲的，有这个拼劲，对吧？他可能会给你，因为前方道路都是未知的，所以说冲动是魔鬼。他可能50-50嘛，可能带来的是好的一面，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我希望的是，无论是随便们还是小可爱们，大家认定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追逐自己的梦想，去追逐，不要去想万一失败了会怎么样，因为如果一旦不成功，你至少为了你的梦想，你努力过，对，你付出过，没有对错吧？对，真的没有对错，不让自己后悔就可以。是，对的。那既然说到这件事情啊，要有冲动，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个互动的环节，我们也需要龙哥一起来跟我们参与一下。接下来这个环节非常有意思了啊！我们纽乐的官微
有给大家发布过一条征集的微博，有问过一些就是说征集的一些问题啊，还有我呢也有给大家问过一些，我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啊？非常同步，我觉得还是非常同步的。第一条点赞最高的是这样的，大家都希望我们现场满足大家，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很有这个冲动，很希望现场可以完成，照理说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看行不行啊？满足一下大家冲动。第一条点赞最多的是这样的，叫做希望你直播睡觉，就是今天直播睡觉。这个是我最想直播的一件事情，而且太简单了，对不对？不是简单，这个是就是有点不太好，就是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对这个就有点浪费流量，浪费说电对，说到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之前大家就在除了讨论直播睡觉，还有一个大家都在那说啊，我正好跟随便们都在一个群里面，大家都在聊说，除了直播睡觉，大家也觉得不太好。大家说，哎，要不直播撸猫吧？说咱们就撸1个小时猫，就两个人在那儿撸1个小时猫，一人一只，撸完之后，哎。没准销量还特别好，对不对？那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可惜，对不起，我的锅，我今天没有把我家2只猫带来啊。下次带2只猫来，咱们撸撸。所以第一条直播睡觉咱们无法实现，对吧？我也很想，很想，但是耽误大家时间了，不太好。那没关系，以后有机会的，没准还有什么别的机会，对吧？对。第二条是这样，第二条叫做是直播抢票。我没有什么票可以抢，最近。而且我也不会抢。对呀，而且你也不需要抢票吧？也不能这么说吧。如果就是我想很喜欢看的演出，也真的要抢的。但我真的求助于别人了我自己不用干这事儿。我从来没有抢过票，我也不知道怎么抢，也不知道怎么抢，对不对？哎呀，所以说，而且现在也没有到你的这个去开放抢票的一个时间嘛，对吧？我们也无法现场来给大家抢票无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对吧？现在嘛，现在演示不了嘛，对吧？没有演示不了对，所以呢，抱歉了，我们这点赞高的2条，我满足你们了，做不到啊，哎呀，这心很累。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这个还有个小小的抽奖箱里面呢放了海量的我们征集出来的其他的问题，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奖箱来有请。已经来了，这里面一共数一数，一共有多少颗？我们的扭蛋。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到，碰见碰见龙哥了，10颗小扭蛋。对的，这个扭蛋，说到扭蛋，龙哥喜欢扭蛋机吗？什么？扭蛋喜欢玩吗？扭蛋机啊？没玩过。OK， 那么没关系，咱们就开始直接扭吧。你先挑一个，喜欢什么颜色？说。我这样吧，我先说一点。好。红色跟蓝色我是肯定不挑的因为里面肯定是最难的问题，因为是跟纽乐配色是一样的。你好，我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现在。黄色来吧，黄色，这个是吧？好，黄色，你来打开吧，来，是什么？哎呀，这你挑的啊！这个含着泪一定要执行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发现了，这个里面根本都是没有什么颜色之分的。真的吗？我发现了。看一眼，是什么？读一下。现场说为什么觉得他的粉丝年龄大？这个，这个会在里边吗？这是你说的原话吗？是。哎呀，所以自己抽的怎么办呢？我都救不了你这个时候。因为我本来其实，在深入人心里面就算岁数大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像菜菜他们就是肯定，比如说张超黄铜丸他们的就粉丝跟喜欢他们的人会跟他们年纪差不多我可能觉得大家喜欢我的可能就是在我的岁数偏上一点对，因为我觉得我岁数大嘛，所以会由此推论出来对所以大家知道吧？龙哥是有所推论出来的，推论出来，对 ，OK。哎，出汗了！哎呀，没有，擦一擦，来，这个环节好紧张呀，太紧张了。这个放进去吧，好吧？好，先等一会儿放，你再抽一个，万一等会儿再抽个黄球就是空的，还得再抽一个了。就是扭蛋机的刺激，你知道吗？对，但是扭蛋机有一点好，大家都知道，您先选。扭蛋机扭出来也要回答问题是吧？不是，是这样，扭蛋机它就是一般一共里面有六种球，但是都会告诉你6种球里有什么。现在我们是有10个球，但是你都不知道球里有什么。对，所以这是地狱版的。来吧，抽下一颗。哎呀，
红蓝吧，好吧。红蓝对啊，给纽乐配色的。红蓝好红蓝，这个等一会儿放进去啊。红蓝，来，有意思啊。哎呀，怎么表情又不对了？好急啊！是什么呀？到底？现场深情夸一下粉丝。哦，这小意思啊。来吧，好吧，我们等一下，给大家一个时间节点，要录屏的呢，赶紧准备一下录屏的时间点啊！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有请3、2、1，有请。虽然我嘴上老是发微博气你们，对吧？但是你们永远在我心里，你们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谢谢。啊！我相信这一段话，大家肯定要回去重复看 N 遍，看 N 遍。我回头我也要看一看，太棒了这句话，谢谢。好的，咱们抽3个嘛，对吧？对，最后一颗了，必须要抽是吧？金色吧，金色，这是金色吧？哎，这是香槟金对吧？但有2个香槟色吧？都可以吗？都一样的嘛。那我就命运之手，对随便帮你抽一个了啊！我相信你啊，来。哎。这个就已经刚才直播不了了，让我现场直播抢票啊！那这个直播不了，所以说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还要帮你们的时刻就到了。我们按照道理来说，3颗球已经抽完了，但是由于这个执行不了，我们再抽1颗吧，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可以哈。那我们就抽刚刚你说想要的香槟的好不好？好，再来1颗香槟的啊！好，哎，来吧。这个执行得了吗？我们今天会不会把10个球都抽了？这个是实行得了啊。好 ，OK。现场背诵唐诗啊，不过这个问题我确实有看见大家很多的。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我不太理解。哎，对，为什么？那么唐诗这么多首，对吧？都远远不止300首，您想要哪一首呀？点唐诗环节。您这样吧，就是唐诗非常多嘛，是吧？这个咱们要现场来吗？现场来嘛，现场能来的就不多。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谢谢各位捧场啊！谢谢。这个辛苦了，辛苦了。咱们这个好鼓掌的是，没有，大家觉得很好，而且这首诗寓意也挺好的，对吧？我随便想了一首，哎，还可以哈。对，那么终于完成了大家的冲动梦想啊！大家肯定非常开心。那么大家不要只记得龙哥夸你们，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说梦想也是需要冲动的，对吧？对你也说过这个要看情况冲动，对不对？要理智，要理智。但是像我呢，我今天就非常不理智，大家都说我上头啊，大家都说我很上头，为什么呢？我看见上头就是好问题。上头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的狂热，一下子可以这么理解为对，遇见某件事或者人的时候，非常一下进入狂热状态，对，就不理智了。那么，所以我看见龙哥，我就想穿这个大龙的衣服，然后呢，看见龙哥呢，我就想唱歌。所以我上一次大家已经知道唱的非常的难听，龙哥记忆深刻吧？不堪往事不堪回首。但是我今天早上呢，为了让自己醒，在撸铁的时候。无数单曲循环这首歌，所以我一定要唱一唱，可以吧？唱一唱。像人生突然按了暂停，像好梦让我不相信，因为有你在，一切都成为风景。我终于听出来了，灌篮高手对吧？对，就是你们唱的《好想大声说爱你》这一段是你唱的那一段，这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对不对？非常大，真的吗？真的，天哪！看来大家一定要多听，知道吗？因为上次你整首唱完，我都没听出是什么歌，这次起码还知道是什么，听出来了。好的，下次要好好努力，一定这一开口就让龙哥可以知道是什么歌啊！好，那么我们这个玩笑的同时啊，我们也是要给大家送来第2波福利了，让大家在玩的时候，在开心的时候啊，在幸福跟欢笑的同时，还有福利可以拿，对吧？那我们这一次第2波粉丝福利啊，我们其实我相信随便们都已经知道了要干嘛。
打字还是打字嘛，截图，对不对？那么截图会送到的是什么？大家肯定非常好奇。我们这一次呢，首先打字，大家可以打起来了，打的4个字就是萌发冲动4个字啊，萌发冲动。那么我会倒计时，一样是由我们的龙哥来喊停。那这次的礼物呢，是我们萌发冲动所有的，这个截屏正确的这一个画面里同框的所有的粉丝都可以获得的龙哥限量的拍立得，而且有签名的一张。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这张拍立得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带来啊，讲讲，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就是手中的这一张。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打字了，好不好？萌发冲动，我们看看哪几位小可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品。那还是这样吧，好不好？还是龙哥您来喊。停，好吧，好，来，3、2、1，停。对，不是，对不起，再来一次，3、2、1，开始，停。OK， 真的是非常锻炼我的手速啊和反应。OK， 我们这一次也是1、2、3、4、5位，讲给大家展示一下5位。到时候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微淘上面进行公布的，所以大家记得去领取。好。保存一下，那么同样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会这么多的直播机制，对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前5000名付款可以得到龙哥的飞吻和魅影主题周边闪卡1套，而且除了买赠，还有2件8折、3件7、5折的优惠，而且直播期间下方丢，赶紧点赞，点满27下会送你20元的无门槛的一个优惠券，赶紧挑选自己心仪的礼物带回家啦。那么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下一个环节就是第2张卡，第2张卡呢叫做随心如愿。那么其实这个什么意思呢？大家其实都懂，就是说实现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知道龙哥觉得对不对啊？当你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才是刚刚踏上了这一条路的轨道。对，是吧？对，并不是说一次的成功就代表哇就怎么样，对吧？这样对，只是开始而已。真的只是开始，才刚到起点，对吧？找到了起跑线。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龙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应该算是正式对外演出第一次当上男主角，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演阿凡提的故事，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其实说过好多次了，其实对，因为也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嘛，所以就是出了身体上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是一个警钟，要告诉自己，对待舞台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状况拿出来，然后平时也要多注意，然后包括是上台以后，其实不要再出现这种状况不要再有，对。其实这是对观众、对舞台特别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实这也不是你想的，你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平时更好的、高要求的保护自己，对，真的是这样。包括你训练自己、锻炼自己要更加严格，要让你的机能能保证每一场演出，对，就是在彩排啊，在之前练的时候不能那么的用力，对，一定为了要给观众们一个最棒的一次的体验，对吧？真的，大家。龙哥的这次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换做我肯定会一开始打击非常大，很受挫。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肯定都会一蹶不振的。对，后面能不能起来，这都决定到个人的一个心理因素素养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叫我堂吉诃德的演出又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也说过，对，大家爱听的，对，其实就是也是因为挑战了一个太难的一个角色，对，然后就是嗓子出问题了，然后每天要去做雾化打封闭，因为那个角色跟我本身的音色差太多了，就是本来正常人说话的音色是，然后每天要做出那个音色去说大段的词，唱了好多歌，因为堂吉诃德的台词也特别的多，对，所以就是因为连续演的太多了，每天都要一周最少要演6场的，连着演2周的，一周一共就7天，因为这种戏其实下午晚上连着演，其实很累的，是对的，然后而且是因为这样嘛，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挑战蛮大的一个戏其实我演完了，其实也觉得之前不停的否定自己，包括很多人也会否定你，是不可能的完成这种难度大或者说高难度的角色的其实完成了也觉得对自己也是一次很深的记忆，
是，而且这种时候往往不被人看好的同时，自己会有更大的动力，对不对？我就不说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我证明给我自己，告诉我 OK 的，我可以的，对不对？哎，那么刚刚我们听了龙哥，哎，今天在牛乐的现场又给我们再一次讲述了这2个故事呢。随便们肯定是意犹未尽，对吧？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这才几点呀？几点呀？对吧？啊，我们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今天绝对会让大家满意而归。嘿嘿，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道具。哦，来了已经，好，来吧。这个龙哥不要动，你就坐着就好了。好，我来帮你啊，过来一点啊，别挡住了。好，首先呢是这个样子的，这里呢我们看到了有10个郑云龙的10个第一次。10个初体验啊，那么现在就需要龙哥来回答一下这10个问题，好不好？这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这10个胶纸我们今天都没摘下来过，我们一块儿来见证一下，好不好？看一下第一张是什么？哦，第一张可以没有问题。第一张是被胖子惹生气的哪件事？第一次啊，第一次被胖子惹生气，哪件事？很生气的一次吗？就是我给它洗澡，它咬了我一口。是因为猫，我也养猫，我知道猫有时候会轻轻啃你一口，但是有的不是那次是真被咬疼了，天，就已经有牙印了，有牙印，有口子，对吧？对。那它是真的不爱洗澡。猫没有爱洗澡，对，猫没有爱洗澡，对，它要不就是在忍，对不对？对，但是那次没想到会反应这么过激，咬了我一次，那次真生气了，生气。对，这个时候肯定会，大家不要笑，真的会气啊，因为想平时我对你这么好，对不对？特别能 get 到你这个点。我以前真的是。就是猫爱吃妙鲜包嘛，我不知道对，我们家也爱吃。那个东西其实挺贵的啊，就在我当时的收入来说，我都自己省吃俭用的给他买那个。对，而且我也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好的猫粮也很贵啊。我算了一下价格，对，比我们人吃的牛肉还贵。这我倒没算过，反正很贵的。对，因为我算过，我比较穷嘛，我算过，然后我就算出来，哇，这么贵。对，你还就我对你那么好，对不对？我把我全部都给你了，你不能这样，很会伤我们心。还有就是在外面洗猫很贵的啊，对，比洗狗要贵。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洗狗这么便宜？因为猫本来就很难洗，很难洗。对，是的。但是然后我是这样，虽然说外面贵嘛，有时候比较忙，带出去洗1、2次，但大部分我都希望在家自己洗，自己吹。但在家洗就太麻烦了，太累了，怕水太厉害。对，而且吹干很累，对吧？对。好，咱们来第2个啊，哎呀，这个第一次被粉丝感动的是哪件事情？变身怪医的时候，变身怪医的末场，我的末场，然后。所有粉丝都在那个演职员出入口等我，因为我第2天就要去北京了。然后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从北京来上海演变身怪医的，都以为我演完变身怪医就再也不会回上海了，就会再回北京。然后他们就不肯走。我从那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哭，很多粉丝都在哭。就是那次我感觉我第一次做音乐剧演员。得到人的认可了，得到大家的喜欢了，其实那次很感动的，觉得一切都值得，而且之后要更加努力，对不对？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真的是这样的。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条。第一次最让你惊喜的礼物是什么？第一次让我最惊喜的礼物啊，就是信，就是给我写的信，对吧？我来上海演音乐剧之前，没有人给我写过信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说到这个问题，我有看到你发的那条微博，大家都非常想让你读出来。今天再满足大家一下，就是发了一条微博，叫大家不要再送礼物了，家里真的摆不下了，对不对？这真的，不要再送了，希望大家理解，对吧？谢谢，就是一切心意我都非常感谢你们能走进剧场，然后不要再买东西，对，因为本来其实买票。看戏就已经是一笔花销了，是对，而且关键很多人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坐飞机过来，对，又不方便，然后又要额外的去花好多钱，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对，是的，希望大家能不能说没有意义，不能说没有意义，就是说不希望粉丝们这么破费，对吧？不希望大家破费，然后也希望大家多给
多给自己改善生活一下。是因为不是确实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可能是省吃俭用出来的钱，对吧？对，学生啊，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支持大龙的同时嘛，对吧？听大龙的话，好吧，听话，谢谢。听话啊！好，下一个，第一次让你获得成就感的事情是哪件？考上大学。OK， 这真的非常值得这个有成就感啊！这可是非常不是谁想考都能考上的。第一次回到青岛演出是什么心情？第一次应该是16年，应该是第一次回青岛演出，然后由于那个时候的票有很多啊，还没有那样啊。然后我基本上把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全请去了，对，然后还上台合影了啊，很开心。然后也是，就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身边的人很多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对，如果说我是音乐剧演员，没有人知道这个职业是做什么。然后那请朋友，大家亲人去看啊，觉得啊，原来大龙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啊，在舞台上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就给大家给亲朋好友是一个交代吧。但是也是从那之后，慢慢的，我们的郑云龙打开了我们的中国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大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以及喜欢音乐剧。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第一次面对新角色要做什么准备？哎，这个问题比较问的专业啊。第一次面对新角色，对，第一次那。拿到新的戏了，新的本儿，新的角色，就每一次都是新的呀。对哦，每一次都是新的，就是要做准备，那就是首先从剧本，先研究剧本，先从文字上去研究，对，然后你先自己去想象，想象通过文字给你的东西，你想象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先前期给这个角色做一个构建，然后慢慢再通过排练，再通过你去查阅有很多。比如说书籍资料，比如说影视资料，比如说年代，再去慢慢再去改。对 ，OK，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第一次台上忘词儿什么时候？经常忘。哎，那么大家不要笑，这个真的会这样的，真的对我也会这样。这个忘词儿怎么办呢？想办法。你这忘词，如果让观众听不出来你忘词了，那就说明成功了。对，就到时候下来自己闷闷不乐的，人家说你怎么不开心？没有，忘词都不算什么。对，你说是有一首歌忘唱了，这个东西你想想你怎么去怎么再去让下一场戏把这首歌再唱回来？这个真的全是靠临时的，道具没有在台上。是，特别是有用的道具。对。你就临时的想这怎么办？就比如说要扔东西不扔了，然后但是这个式子有用，你怎么把它圆回来？对，这个就是临场的反应，非常考验功底了。这个时候就来第7个问题，第一次让你非常期待的角色是哪一个？第一次非常期待的角色，变身怪异OK，太期待了。来第8个，让你感到有压力的角色是哪一个？第一次吗？那就是阿凡提了，因为第一部戏啊，压力太大，第一次初体验，压力太大。咱们最后一个第一次是觉得自己更成熟了，是什么时候啊？千万不要跟我说18岁之后。没有，去北京上学的那天。对，因为我第一次离开家而且到了北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要长大了，就不能没有父母依靠了，真的。而且那个时候有一种北漂的感觉。真的有，对吧？应该是有的。对，我爸爸送我去火车站，然后我拖着行李进去，我爸爸就看着我说：“你现在长大了，是个男人了，你要学会坚强。”对，因为我没办法再陪着你，对，不在家了，不在家乡，很多事儿是全靠自己，对吧？全靠自己。对，好，那么我们这10个第一次肯定大家都记住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到了第3波的福利时间了，对吧？这个龙哥肯定很清楚怎么玩了嘛，对不对？还是你来喊停，好，对吧？但是这个福利暂时不用你参与。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伤呢让大家牵肠挂肚，而且呢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大家都非常支持龙哥，而且担心龙哥，希望您可以早日的养好伤，可以重返舞台。很快了，真的很快。对，而且大家一直在努力，会抢票到剧场支持您的。但是就因为大家一直在微博上看到郑信义一直会发微博比如说晒朕警告比如说我口袋中的这一个。经常会有，我一直看见。我跟你说，有时候我晒一张工作证，大家就说晒朕警告，看一看，这张是我们今天这次活动纽乐的工作证对吧？一张工作证我们
这个龙哥大家都知道，就不用买票，他都有证，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小小彩蛋，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来准备，3、2、1，龙哥，我有证，你有吗？哈哈哈哈哈！手，这次你们赢了。这个我真没有，这你真没有，对不对？这个没有吧？而且第一次有工作证上会印我的照片啊。以前有那个证件照会有一寸的，对，会叫我们这个就给你了，是吧？送你了，谢谢。这个终于你比粉丝晚拿到一次啊！对，以前都是要我们提供1寸的这个证件照，对吧？给粘在上面。对，这次做了一个大的，这是很开心的啊。好，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开了一个小玩笑，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给大家来截屏，继续送福利了。那这次送的福利呢，就是刚刚龙哥所展示的我们这一张龙哥限定版的证件工作证。那来拿上我们的 pad 好了，那么请3、2、1，请开始。3、2、1，停。OK，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呀，这张截的好帅啊！好，看一下有几位，1、2、3、4、5，还是5位啊。OK， 好的，那也是存起来。那我们已经是发了好多奖品给大家哦，对吧？那大家还是要记得，今晚8点开始购买前5000名可以获得龙哥的飞吻以及龙哥的魅影主题周边闪卡啊，还有2件8折3件75折，对不对？点赞27下就可以减20的无门槛优惠券，是不是？龙哥在这听我说的都烦了，对不对？说了好几遍那么听不太明白，没关系。接下来的环节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了。按照我们之前的套路，我们抽完1轮奖，我们要怎么样？是不是要进入下一个？对吧？我们进入下一个历程。对，下一个历程了。下一个历程叫做无怨无悔。这个肯定字面意思大家都懂了，对吧？就像我前面说的，不要让自己后悔，对吧？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在发展的道路上，一定要做的事情，让自己以后回过头去看，无怨无悔就好了。对，那么之前，像龙哥您所提到过的伤病包括一系列的困难我知道你肯定不希望发生嘛，对吧？对，那么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你会怎么样？遇到了，没办法呀。对，能怎么样呢？只能坚持。对，一定还是要把手头的演出一定要给完成。对，因为真的是舞台对于演员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很神圣的，真的非常神圣。对，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所有的伤病、所有的困难，通通退散，都远离我们的龙哥。对，那么之前说好玩的，我也在微博上有看到说，龙哥现在厉害了呀，打开音乐剧的市场，让中国音乐剧已经是到了那么好的一个状态，跟之前相比，对吧？也不是我一个人努力，对，大家一块儿的努力。对，那么出场费几十万上下了，但是但是呢，重点是下半句。下半句就是当龙哥面临档期有冲突的时候，依然会优先选择只有2000元一场的音乐剧，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是，是职业操守。对，包括之前很多次冲突包括跟综艺也好，跟很多就像你说的这些商演也好，其实这是一个做人原则的问题。对，因为这个都是之前本来就说好的，本来就签过合同，而且什么都有一个先来后到，对吧？是，什么都要有契约精神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这么做的，很重要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对。而且更何况演音乐剧真的是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对吧？对。那这时候想问问龙哥，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直播结束后你可能不会有体验，因为你先行离场了。比如说像你演音乐剧，有没有发现，当自己在台上聚光灯所有打在自己身上之后，和另一个场景就是所有的观众已经离开，聚光灯已经全部暗掉，然后全场没有人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你说每次演出结束后吗？对，倒没有落差。有没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那倒还真没有，因为以前我的老师经常在学校的时候，他很喜欢看拆台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每次演出完了要看工人拆台？对，他说这会让我觉得我又征服了一个剧场。哇，我就记住他的话了，所以每次
在最后末场完了，我都会多少看一眼，然后看工人在忙，然后本来的大舞美真的几个小时内就全拆没。对，因为剧场的档期很紧的。是的，马上这边拆了，门口就车来就要撞。对，而且撤场的他们都好厉害，撤的速度飞快。觉得这就是一个演员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对 ，OK， 这个经历是对的，说明龙哥经历多了已经啊，这看多了已经是。那我们都知道追逐梦想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龙哥还是一直坚守着初心，真的让人非常非常敬佩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回来了，我们好久没有说到我们的纽乐爸爸了，对不对？对吧？发现了没有？咱们一直不知道纽乐爸爸，对，不知道纽乐爸爸会不会结束了？不，这个对，赶紧是这样的。龙哥呢是让他们联想到了在产品研发的一个故事，这虽然是故事，但是是真实故事啊。他们在研发龙哥所代言的葡萄籽的时候呢，内部有过对葡萄籽含量有过一番争执的。他们内部人也有讨论过，有的人认为用国外的葡萄做原料会比较好，但是呢，有的人就坚持说不行。你虽然说用国外的葡萄做原料，品质啊可能差不多，但是利润很大，但是不可以这样。我们一定要选择用这个比国外葡萄贵非常多倍的新西兰长相思葡萄作为原料，而含量因为它会高于一般产品的3倍，我们一开始就说过。而且呢，只有这样，他们觉得才会符合纽乐品牌创始的一个初心。这就是纽乐葡萄籽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故事。对，那么说完了我们金主爸爸的故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福利，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这个多久？广告也是1分钟。肌肤脆弱、暗淡无光、视力疲劳，生活在电脑屏幕辐射、雾霾污染中的小仙女们，如何抵挡得住这些无处不在的自由基侵害？还得担心各种化妆品和护理品慢慢的掩盖不住日渐憔悴的容颜。别急，其实你离青春的肌肤只差一瓶葡萄籽的距离。纽乐推出被誉为口服的化妆品的葡萄籽5万毫克，帮助小仙女们由内而外的美起来。每瓶由高强效4万毫克干葡萄籽和1万毫克新鲜新西兰葡萄籽组成，含量高且水溶性好，更易吸收。每颗胶囊含有320毫克的低聚原花青素 OPCS， 能有效帮助人体抗氧化，抵御自由基的侵害，在丰盈肌肤胶原蛋白、保持弹润肌肤的同时，还能支持血液循环和眼睛健康。每日1粒，随餐服用，轻松吃出润泽少女肌。熬夜加班，连续工作，努力的你为生活拼尽了全力，却忽视了身体逐渐无力，困乏疲惫，心力衰竭，甚至心脏骤停猝死都屡见不鲜。是时候停下来，为身体补充一下逐渐流失的辅酶 Q10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就像钢铁侠的动力装置，为心脏系统提供持续动力。纽乐推出辅酶 Q10，帮助补充日常食物中难以摄取的辅酶 Q10，为小心脏提供大保护。每粒提供含量高达150毫克天然发酵辅酶 Q10，能有助于心脏健康和血液循环，维持健康人士的血压和胆固醇水平，预防动脉硬化。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鱼油和亚麻籽油等成分，帮助辅酶吸收，同时提高人体免疫力。每日1至2粒，随餐服用，用心感受身体的澎湃活力。肌肤脆弱、暗淡无光、视力疲劳，生活在电脑屏幕辐射、雾霾污染中的小仙女们，如何抵挡得住这些无处不在的？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亲爱的随便们以及小可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更精彩的互动的环节。不知道龙哥有没有准备好？我吗？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是一个惊喜啊，这是纽乐爸爸为龙哥所准备的，3枚大扭蛋。现在看到扭蛋有没有一丢丢的小阴影呢？非常，就这个蛋越大，肯定就是越大，阴影面积越大，对，越不好解决。对的，不好解决，但是不好解决呢，我们也要解决一下啊。既然都摆上来了，对吧？好的，那么我们要不就从右往左？可以，黄色，先黄色，好吧？好，先黄色，来，有请。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啥？
是什么？不知道。哎，不知道哦。给大家先展示一下，是这样，这是一张纸，纸上面呢画着画儿，要您猜一下这是什么？是什么？能猜到吗？纸上画的是什么？有什么？首先纸上有5个人。有5个人。对。OK， 好的，就5个人，对不对？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咱们一会儿再。不会是我演过的角色吧？不知道哎。应该有可能沾边的，对吧？有可能。好，那咱们看看第2颗球，好吧？看一下第2颗扭蛋。有可能。哎，是什么？哦，这个知道。我的戏票啊，我的戏票，票根。对，谋杀歌谣的戏票，票根。对，谋杀歌谣的票根。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下一颗我们的巨型大扭蛋啊，来看看是什么。这个是信，一封信嘛，对吧？啊，一封信，哎，这个一封信啊。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为你揭秘一下，究竟这3个是什么啊？是这样的，在您无怨无悔、始终如一坚守梦想的同时呢，这一份精神也一直深深感染了所有的身边的人，以及所有的随便们跟所有的粉丝们。那么这3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的粉丝们亲手所准备的。那么今天呢，他们也是来到了现场，想要送上这么一份福利，送上这么一份东西给到你，好不好？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可爱的随便们，有请，欢迎欢迎，请坐。我坐这儿，你们不会记恨我吧？哈，啊 ，OK， 好，是这样，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吧。第一个是一幅画，是哪位画的？是我的。啊，对对 ，OK， 你可以拿着麦说，对。其实是个灯。啊，这个我收到过，我家里有一个，哎，是你送的吧？不是。对不起。真的，我收到过一个这样的。准备送，但是没送出去，所以我今天来了现场。对，因为我很多收到的全都是那个粉丝自己做的。真的很用心。这个是我自己亲手设计雕刻的纸雕灯。谢谢。然后它上面的人物其实是龙哥演过的作品的角色。就是一个具体都是什么我都看不太出来。说一说吧。这个是变身怪异的 Jacko。然后这是信里的舞蹈钢制，中间是那个唐吉诃德，然后这个是那个谋杀歌谣里的 Michael，然后最旁边是漫长的告白里的陈忠行。谢谢。像吗？像的啊，因为都是我剧中的动作，对吧？对，是我挑的那个龙哥的剧照和定妆照抠的那个角色，然后它有个灯，就是可以现场亮一下。哇。就是还喜欢吗？这配色非常喜欢，非常好看，好看，非常好看。谢谢。我们的随便们这个这么心灵手巧，很厉害呀！谢谢。这个礼物也是有一个那个渊源故事。有故事。就是当时我是要去看那个信，然后缪时刻不是说可以送礼物嘛，我就开始准备，然后我电脑的 PS 坏了，我又找我的闺蜜，也是一位随便，她帮我那个最后排的版。然后我当时每天都非常兴奋，就是每天下班就雕画画，然后还倒数就是跟龙哥见面的日子，因为怕来不及完成，然后也会想就是龙哥在演出结束后看到这个礼物是什么样子。谢谢。然后但是事情永远都不会这么顺利嘛。今天不是很顺利，还有比今天更顺利的事儿吗？当面送哎。龙哥当时发了条微博，就是让大家不要再送礼物了，因为我看的场次在比较后面，就是当时做了一半，就特别纠结到底该不该送，觉得自己不听话嘛。然后就非常感谢牛乐，因为我当时在超话里播了这个故事，然后牛乐的小编找到了我，就愿意提供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现场送给龙哥。谢谢辛苦了。所以我今天来了，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龙哥。谢谢。然后我也代表我跟我朋友对追随龙哥的无怨无悔，希望龙哥以后心想事成，我们也会继续支持你，支持中国音乐剧，加油！谢谢，也祝你一切顺利，谢谢。好，那把装袋吗？龙哥有没有觉得刚刚你们俩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多余的？
应该把我 PS 掉，PS 掉。没关系，你没镜头的刚才。哦，对对对，现在技术很厉害的，对可以直接 P 成像我不在的。对。OK， 那么第二位随便是不是？龙哥你好。你好。我手里的这张票根呢，就是您刚刚看的《谋杀歌谣》的票根。然后我今天想讲的故事，其实是不仅是我自己的，还有一个妹子，她是在香港读博，因为在期末考试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她也在看纽乐和龙哥的直播。然后龙哥知道当时《谋杀歌谣》在北京开票的时候，票特别的难买。离得近一点。然后呢，我就也没有抢到票。然后我就在网上搜转票信息，但是当时的票已经翻了好几倍。然后我不停地搜订单的时候，也被不停地加价。但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卖家，然后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是郑云龙的粉丝，我也只想把这张票原价转给真正喜欢郑云龙的人。”然后他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希望郑云龙先生和中国音乐剧都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我就和这个卖家聊起来了，我说我特别喜欢大龙。然后他想看一下我的微博来验证我的身份，他说那你就发一条我爱郑云龙，然后我说好的。后来我发了这条微博之后呢，他就把这张票原价转给了我，而且他还回复了我，他对我说我也爱您。后来我们俩就因此结缘相识，我去香港的时候还带了信的音乐剧周边给他，他也带着我在母校游了一圈，我们就因此成为了朋友。所以在这儿很想把这张票根送给大龙，然后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票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票夹上面有一句英文的话 ：“Though the stars may change, the musical remains the same。”繁星纵变，音乐剧永恒。对，所以很想把这个票夹和票根一起作为礼物送给大龙。谢谢。对，它不仅代表着我们因为您而结下的友情，也代表着因为您而不停传递的善意。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喜欢大龙的朋友可以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善意，走进剧场。亲身体会音乐剧的魅力，同时呢，繁星纵变，音乐剧永恒，摘星之路道阻且长。希望大龙哥保重身体，平安健康。谢谢，辛苦了。谢谢。也祝你一切顺利，谢谢。龙哥，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随着音乐剧市场越来越好，这票价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像刚刚这位随便所说的，我后面有在他们的就是你们的微博超话当中，经常有看到会有都是原价出票。而且都是说我们只给真正的是大龙的粉丝的人，我很感谢他们的。对，我觉得他们这样能这样做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对市场有用的事情。对，是，对，而且这其实是因为您，他们才会如此的热爱这件事儿，然后才会爱上音乐剧，爱上您，帮助您一块儿来维护这么一个市场，真的非常感人。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说好3位随便嘞。对啊，对不对？对，3位随便是这样的，还有一位随便呢，他因为无法来到现场，但是呢，你也看到了是一封信，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封信呢，在这里，在这里，是你永远是我努力生活的理由，来自西西一份你的随便们写的信看一眼，整整2页，我们。看一个开头吧，好不好？龙哥，好久不见，我是您的老剧迷西西。由于我在备战艺考，而且今天正好是2模，所以非常抱歉无法来到现场，只能用信来告诉你，我要送给您的礼物正是这封信，而它则讲述着我的故事。小学3年级的时候，偶然的机会使我选中参演了一部音乐剧，讲述的是以乡村留守儿童因受到国家支持而考取大学，最终又返乡支教的故事。虽然只是实验性的作品，但收获了不错的反响。我也有幸一直演到了毕业。但是呢，在那段时光里，所有人都只把它当做一个节目，它究竟是戏剧还是唱歌，又或者说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且甚至没有人去关心。只有我在一群不以为然的目光中高喊：“那是我的梦想。”由于今天时间关系，西西你的这一封信我会亲手交给龙哥。那后面的内容我可以，因为我看过，我可以先跟龙哥剧透一下。后面主要是这样的，由于现实，因为梦想与现实它永远是对吧？对立面。由于现实，包括家里人的不支持啊等等的，可能不会让他觉得去接触音乐剧。直到他第一次接触音乐剧的时候，就重新接触音乐剧，是到2018年的1月，阴差阳错步入了摇滚年代的剧场。当他看见了您在台上的所有的表现，那些征服，瞬间真的就征服到他了。他就知道从那一刻开始，他有了人生的方向，
有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他已经我们看到现在备战艺考，他已经是要高考的孩子，他曾经想过用裸考的方式让自己随随便便的就坠入深渊吧，但是他看到了您之后，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而且他最后说的是这样的：希望有一天，当我追上您的时候，我能微笑着对着您说，我心中的梦只有您最懂，我是音乐剧演员西西，一位想与您一起摘星的女孩。谢谢，真的希望他梦想成真，希望他一定能成功。那这一封信呢，也由我亲手交给龙哥啊，放心，慢慢来，一定不会把它弄坏的。好，谢谢，谢谢。那真的是很感人。大家今天都来到现场，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那么我们纽乐肯定也是要回赠一份心意给大家的，给到我们这3位可爱的随便。那么准备的是我们纽乐的龙哥的大礼包哦，已经来了。好，谢谢。本来呢是由我们龙哥亲手送给你们的，但是你们也知道，由于龙哥他不能动啊，是吗？真的好，来。哎呀！谢谢，请坐。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2位随便，谢谢你们的用心，也希望可以继续支持龙哥，支持音乐剧，好吗？谢谢。好，请先休息一下吧，谢谢。好，那么还有一位，我们会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会寄给他。对，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艺考可以成功。对，希望可以加油，考试加油。对，加油啊！那么刚刚的周边里面啊，是有我们的追梦历程主题卡4张，还有飞吻和这个面具主题闪卡，以及有声卡，还有拍立得全都有。同时还有我们的纽乐的健康产品系列，整套的大礼包，也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对吧？对，感谢。对，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有意思了。首先呢，我们要进入下一波环节之前，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截屏送福利，对不对啊？我们到第4波了，第4波我们要打出的是无怨无悔，大家可以赶紧开始码字啦啊！无怨无悔。那么一样，我们要告诉大家送出的呢是纽乐官宣的时候10份有声卡，对吧？很多人都拿不到，只有10份，而且呢，这个你自己说的嘛，唱的比说的好听的啊，对吧？不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啊，那一段它分别有2种版本，一个是堂吉诃德，一个是蓝色星空舞台，2选1，大家到时候中奖的呢可以进行选择，这也非常人性化啊。那么就开始吧，好不好，龙哥？来，3、2、1，有请。3、2、1，停。OK， 接到了。1、2、3、4、5，真的只能中5个人呢。对啊，极限了已经，我很尽力了已经啊。给大家看一下5位。5位我们的随便小可爱一定要记得，到时候到我们的店铺的微淘进行领取，保存一下。OK， 好的，那么同时呢，前5000单啊下单的啊，这个时候又要进我们的这个口播，对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前5000单可以获得龙哥的飞吻以及魅影的主题闪卡，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单付款。然后呢，2件8折，3件75折，在直播间前丢，赶紧点我们的点赞，就可以获得2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千万不要错过啦。那么接下来就要到了最终的一个历程，我觉得，但是不能叫做最终的一个历程，它只不过是这4个历程当中的第4位的一个历程。对吧？这个历程名字叫做绽放光彩，因为绽放光彩呢，指的是龙哥在实现梦想时候获得成功啊。那么其实对于成功，对于散发光彩，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吧？像有的随便们觉得，龙哥在深入人心的时候是散发光彩的。有的随便们觉得您在歌手的舞台上是散发光彩的，有的呢觉得您说这1分钟我等了10年的时候是散发光彩，是您最高兴的时候，那您自己觉得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嘛，其实我发那个微博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喜极而泣了。我能感觉到，对。所以说那个时刻是您自己觉得最那个的时刻，起码。到目前为止，其实那是一个我好多年前喝醉酒的一个玩笑话，但是一模一样的话。我非常能理解你，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过年少轻狂的时间，都有过。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是不可能的实现的，真的是不可能的。没想到10年之后，所以我也很感谢深入人心，感谢歌手的节目，给我这个机会，能让这么多人认识我，包括喜欢音乐剧、了解音乐剧，这个真是我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像龙哥一样啊，可以年少轻狂，而且呢，在自己像猫一样被抓住了命运后脖颈的同时，尽可能的为了自己的梦想逆天而行，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对吧？那么说到这个龙哥啊，这个一个我觉得都可以拍成一部励志的一部音乐剧作品了。你有没有想过自编自导自演，用你自己的身世来做一个？没有过吗？因为这个不是，就我这样的音乐剧演员太多了，大家比我难的、比我经历多的、比我付出多的人有的是，只不过就是我比较幸运，我每次都是这么说的，真的是这样。是，确实我们知道，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热爱的，对，每一个演员为舞台付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为了最后呈现的作品好，对，所以依然要感谢他们。对，是好但是还要说一句，万一以后有了，我一定要去看。好，好不好？我邀请你。好，谢谢，开心啊！那么当然了，今天的直播现场，我们到今天那么欢快的一天，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进入尾声，不要着急，大家往往以为我说到这儿就以为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今天那么棒的一个环节，那么棒的直播现场，我们全要感谢一个人，要感谢这位先生。那他呢是赞助了我们本次直播的 Vedico 集团全球总裁 Matt， 也就是我们的金主爸爸，让我们掌声有请。你好，请坐。我们的 Matt 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主持人好，大龙好，你好。各位观看直播的观众好，我是 Vedico 集团总裁 Matt。我觉得作为 Vedico 的全球总裁啊，朋友们，首先肯定是日理万机，对吧？但是中文居然那么好，是挺惊讶的吧，龙哥？应该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Matt 总裁，就是我们都非常惊讶，您的中文一口如此流利的中文，几乎听不出您，我都以为您是中国人。然后且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纽乐以及整个 Vedico 的集团对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重视呢？是的，就是我们是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也是我们全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战略市场的，还有中国的消费者也更是重中之重的。目前我也常驻上海工作，也是纽乐及整个 Vedico 集团对中国的消费者的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体现。而且我本人也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女婿。难怪哦，厉害了。那果然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跟龙哥合作呢？在我们深入的调研后呢，我们觉得大龙的精神是和我们的纽乐的理念非常的吻合。我们非常认同的大龙的这份对于梦想初心的坚持，也是十分佩服他，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诱惑，都不为之所动的品质。我们认为能请到这个大龙更像是邀请到一位合作伙伴，能时刻提醒我们的不忘初心。同时也是非常符合纽乐50多年来的始终如一、坚持高品质的主张。是，谢谢，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我们 Matt 先生，那纽乐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的呢？当然，我们纽乐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坚持以消费者为本，始终如一，为大家提供一个很专业的和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好，谢谢您，我们也相信一定会的。那么前面有说到健康产品啊，我们这一次 Matt 总裁也是特意为龙哥也准备了我们纽乐的健康产品，现场送给我们的龙哥。是的，就是在得知大龙受伤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十分担心的。所以特意准备了能有助于大龙恢复的相关的产品礼包，希望就是大龙能够尽快恢复，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回归舞台。谢谢。但是这个还有呢，因为这个5月12日当然也是母亲节啊，所以我们也是特意的设想了大龙母亲可能的健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也搭配了另外一个大礼包。谢谢。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降三高的产品？
这个我得问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肯定可以补。不是，是不是纽乐有这个？哦，当然有的，对，这个是对吧？没有胡乱说，我是调查过的。对，没毛病啊。好，我们也非常谢谢谢谢你，谢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到了这个环节，我们说过我们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既然全球总裁 Matt 先生都来了，这一次您说要给大家送什么吧？哎呀，这波福利的吧，我们就送大龙的全套周边1份吧。全套周边1份，是的，对，还是截图，对吧？还是我来截图，应该是吧，应该是。而且还是尽可能的截，我看能不能截到6个人。所以大家这个时候赶紧打起来，我们这次打8个字：始终如一，绽放活力啊！始终如一，绽放活力是8个字，千万不要打错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大龙的超级大周边，大礼盒一整套的都送给你们。我们这一次要有请我们的龙哥和我们的 Matt 总裁一起来进行喊停，我来现场进行截图，好不好 ？OK 吗？2位 OK， 来，请准备，3、2、1，开始。再来一次，没关系，好事多磨啊！来，3、2、1，走，3、2、1，停！哎 ，OK， 好，出现了1个、2个、3个、4个、5个，还是5位小可爱啊！我们的5位随便当奖。OK， 好的。那我们这5张也是都存好了之后，我们也非常感谢 Matt 总裁这一次的到来，谢谢您，谢谢。好，请先休息，谢谢。哎呀，这个没想到总裁爸爸都来了，是啊，受宠若惊有没有？对，而且没想到中文说的这么好，对，太好了，对吧？而且关键这一次还带了产品送到你，是，感谢，还送到了家人，没错，对，非常感谢，很用心，真的很用心。而且呢，接下来还有一个环节，不要着急，今天环节非常的丰富，大家肯定非常过瘾。那过瘾的当中再过瘾一下，就是说有随便们说是这样的，他们很想听一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个有声卡。那有声卡的内容，因为你说了嘛，你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是大家有的没有听过啊，对不对？能不能现场满足一下大家？好，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回头路。每个人都一样，希望你们能始终如一，坚持梦想，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青春与活力。相信我们的随便们这个时候肯定都已经录下来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可能会作为他们把声音全部调响，作为他们起床的闹钟铃声。这个闹钟闹起来很困难。真的吗？你这个睡前比较合适一点。不会，就是他们睡前可以调轻一点，然后对睡醒前一听到你声音立马就醒了，是不是啊？是，对啊，对，真的，始终如一，绽放活力。那在最后的最后，我要替所有的随便们跟龙哥说一下，希望龙哥在坚持梦想的同时，就算再忙，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那好好恢复脚伤，也不要再受伤了。好不好？好，尽可能的啊。那同时，我们也希望龙哥在未来可以完成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更加快乐、更加幸福。那同时，也可以期待龙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棒的一系列的作品，好吗？一定。好，谢谢。那最后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下，龙哥的绯闻魅影主题闪卡，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下单，2件8折，3件75折。那我们直播最后会截图抽奖，在我们的纽乐的店铺微淘当中，我们也是会最后恭喜一下我们所有中奖的所有的随便们，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最后的最后非常感谢所有现场的粉丝以及在直播间前观看我们的所有亲爱的随便们和小可爱们，也感谢这次工作人员，也要感谢我们这次牛乐爸爸对我们直播的大力的支持。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拜拜。辛苦啦，辛苦了，谢谢。